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继续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个未来》第7季第7集。这一集讲的是赫米斯为了变成爷们儿，不惜成为冰冷机器人的故事。转眼1年又要结束了，会计师赫米斯决定来个年度考评，得分最低的人将被开除。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约翰，因为他不仅笨，还是赫米斯最讨厌的人。考评正式开始，为了不被开除，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表现自己。经过一轮考评，赫米斯发现大多数人干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工作，剩下的人工作不着调，在42%到11%之间。而今天只会解雇那个没用到掉渣的员工，这个员工就是赫米斯自己。因为考评表明，拉低利润的主要因素是他浪费在表现考评上的时间。正说着，门铃就响了，是中央机构的人。他还带来了一个取代赫米斯的机器人，这意味着赫米斯被正式解雇了。他不舍得离开公司，整个公司却没有人为他难过，除了约翰，那个曾经他最讨厌的人。尽管他从未真正欣赏过他，但约翰依旧把他当作朋友，因为赫米斯是唯一一个在乎他、在乎到骂他的人。而赫米斯也同样舍不得约翰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任由他骂了。回到家，妻子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咖喱山羊，那味道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。不信你们看。赫米斯却还嫌不够辣，又放了辣酱。饭后，他和妻子来到河边压马路，却刚好碰到了打劫。打劫的分子机器人说：“快把皮交出来，我饿了，要去领盒饭。”赫米斯害怕地躲在妻子身后，叫他赶快把皮交给他。可这是妻子引以为傲的黝黑美皮，花了好多钱保养呢，怎么能说给就给？分子步步逼近，夫妻俩步步后退。幸亏警察及时赶到，逮捕了分子。为了防止他逃跑，他们直接给他上了电磁椅，一了百了。而赫米斯自从经历了打劫一事，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的。他竟然找班德说悄悄话，班德把他带到了肮脏城里最干净的外科移植院。原来他是来找见不得人的专家安装鱼叉，因为警察抓走分子用的就是鱼叉。他骄傲地向每个人炫耀，现在他能做到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情了。他开心地回到公司，对此约翰非常高兴。这时教授的假牙不小心掉进了水槽里，赫米斯前去拿工具，班德却说有个伸缩手臂不就得了吗？他表示，可不能变得像你一样冷酷，你一个没感情的机器人。但为了保住饭碗，他再次来到了肮脏城，成功安装了伸缩手臂。有了这玩意儿后，拿假牙就是伸个手的事情。弗赖说：“你砍个手臂就为了能钻水管吗？这也太小题大做了。”不，他还是手提钻机、蔬菜削皮器、弯管夹具，虽然功能很多，但哪有原装的好？约翰觉得这已经不是原来的赫米斯了，他要走了他换下的器官。晚上回到家，因为还无法熟练使用伸缩手臂，赫米斯的眼镜被弄碎了，他立马又去移植了机器人的眼睛。妻子大发雷霆，要求他不准再移植任何东西。谁知道第二天，现在他只有大脑还是原装的，他也不再骂约翰了。约翰拿着他被换掉的器官，重新组装了一个赫米斯。在欢笑制造厂，他和玩偶赫米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。机器人赫米斯却觉得这个玩偶很恶心，他悔恨自己还有一个人类器官，他要来个终极升级，把大脑也换成机器人的。这次连见不得人的专家都不愿意帮他，还表示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帮他。可是教授不是正常人啊！他们来到机器人墓地，挖走了新埋的机器人脑部电路，留下了孤独的墓碑。正当教授准备动手术的时候，赫米斯的妻子和孩子来了，是约翰通知了他们。他希望家庭能让赫米斯清醒，但这个办法根本没用。就算是失去妻儿，赫米斯也坚持要动手术。教授却不干了，他可不想惹上官司。为了变成真正的机器人，赫米斯锁上了所有的出口，看来手术非动不可。最后，约翰和玩偶赫米斯成功为他移植了大脑，然后把大脑安装在了玩偶赫米斯的头上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赫米斯。重生的他终于明白，如果你本身不够爷们儿，加再多的机械设备也是白搭。另一边，手术台上的机器人活了过来，他是那个抢劫他们的分子机器人。众人慌忙逃跑，可是门都被锁了，钥匙还在分子身上。分子抓住了赫米斯，心满意足地吃掉了他的皮，然后领了盒饭。没想到所有的植入物都敌不过赫米斯老婆辣死人不偿命的调料。妻子认为他应该对约翰表示感谢，虽然很讨厌，很不情愿，但最后他还是对约翰说。约翰，我知道我们从来不是朋友，但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深表感谢，谢谢你。从来不是朋友，你可真能演。一番话让约翰非常伤心，他决定给他表演一段节目。虽然约翰整天住在垃圾堆，不怎么聪明，也没有多大能力，但他能够带来欢乐，能辨别对错，还在关键时刻救了赫米斯的命，这已经是最宝贵的财富了。
他拥有了很多人都没有的特质，这个特质叫做善良。都说好朋友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当你风光无限的时候，朋友可以坐上好几桌，但当你真正有难的时候，那几桌朋友们又去哪里了呢？其实朋友就像雪花，有的很漂亮，但很快就融化了；有的虽然不起眼，却能留下，经过慢慢积累，最终能成为小雪人，给我们带来欢乐。约翰也不是什么都不会，他会讲段子、说相声，简直比小月月还要可爱。不知道赫米斯积攒了多久的好运，才能拥有这样的好朋友。他一昧的改变自己，就算外表变得再厉害，也改变不了内心软弱的事实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整容变得越来越平常，很多年轻人都想通过科技来改变自己的容貌。但是草妮妮想说，既然上天给了你这个样子，可能你就适合这样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执意改变，有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和关注。我是草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